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， 歡迎來到 Edward Speaks Mandarin。我們一起來練習地道的中文普通話，聊一聊有趣好玩的中國文化。看我背後，是一個碼頭，遊船碼頭。這裡是一個很漂亮的遊船碼頭，我來這裡打卡。你們會用打卡這個詞嗎？聽說過打卡這個詞嗎？今天呢，我們正好就聊一聊打卡這個詞。在我們中文普通話裡面呢，打卡可以用在3個地方，有3種不同的意思，還代表着3種不同的打卡文化。我們從第一個開始，也是最簡單、最基礎的意思。最早的打卡呢，其實是在辦公室裡面使用的，就是出勤打卡的意思。Clock in, clock out。我們每天去公司上班，老闆肯定想知道我們有沒有去，幾點鐘去的，幾點鐘走的，對吧？這就是出勤。打卡呢，就是每天我們進辦公室用上一個出勤卡，要刷一下卡。當然，現在科技發達了嘛，有時候會用指紋或者刷臉。我們都可以用來打卡，這是最早，也是蠻常用的一個方式。大部分的中國公司都需要打卡，這是一個打卡文化。你們平時上班，在你們國家的公司裡面需要打卡嗎？打卡的第2個意思，就是我在視頻的開頭說的，我今天來這個碼頭打卡。打卡的第2個意思呢，一般就是用在出來玩或者旅遊的場合，就是我們去一個很出名的景點，很有名的景點，一定要在那個景點最標誌性、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地方拍個照，留念一下，有時候還要發到社交媒體上，這就叫打卡。我今天就來這個遊船碼頭打卡了，但是我不準備發照片到社交媒體，但是很多人喜歡發照片來打卡。你喜歡去景點打卡嗎？喜歡發照片打卡嗎？中國人特別喜歡在各個景區、旅遊景點打卡。如果在那種很出名的景點沒有打卡，就好像沒有去過那個地方似的。這裡還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，你們知道，在智能手機出來之前，中國人是怎麼打卡的嗎？在那些景點是怎麼打卡的呢？猜一下，這裡有一個很好玩的故事。你們知道孫悟空嗎？大鬧天宮的孫悟空，齊天大聖，他不是大鬧天宮嗎？最後如來佛祖來了，如來佛祖非常厲害，他笑着跟孫悟空說：“孫悟空，你再厲害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”手掌心有2個意思，
字面意思就是你手掌的中心嘛，对不对？第二個意思就是說，你逃不出我的控制範圍，你逃不出我的控制。孙悟空以為如來佛是跟他說，你逃不出我的控制。孙悟空就很不相信，因為孙悟空翻一個跟斗就能翻出108000里嘛，所以他就笑着跟如来佛說，那我就試試看，看看能不能逃出你的手掌心。結果孙悟空一個跟頭翻出了108000里，來到了一個仙境。這個仙境裡面呢，有5個大大的柱子，像山一樣的柱子。孫悟空往上一看，看不到頭。孫悟空覺得這好像就到了天邊。他心裡想，如果我就這樣回去，跟如來佛說我飛到了天邊，已經逃出了你的手掌心，那如來佛是不是不相信？那怎麼辦呢？他靈機一動，想了一個好辦法。想了個什麼辦法呢？他在那個山柱子上寫了一行字：齊天大聖到此一遊。他還覺得不夠，還尿了一下。最後他又翻了一個跟頭，回到了如来佛祖的面前，跟如来佛祖说，我刚才已經飛出了你的手掌心了，還見到了5座高山，還在山柱子上留下了一行字，我齊天大聖去那個地方遊了一次，到過了這個地方，還撒了一泡尿。可是他沒想到的是，那5根山柱子是如来佛的5根手指頭，他其實沒有飛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。然後如來佛把手掌一翻，把孫悟空壓在了五指山下，一壓就是500年。所以中國人因為非常喜歡《西遊記》嘛，讀得非常熟，所以在智能手機沒有出来之前，中國人是怎麼打卡的呢？中國人每到一個景點，都喜歡留下一行字：誰誰誰到此一遊，就好像孫悟空一樣。所以這就是中國人打卡文化的源頭。如果你看到中國人留下的這麼一行字，或者看到了中國人喜歡在旅遊景點打卡，也不要覺得奇怪。在中文普通話裡面呢，打卡還有第3個意思，也是一種文化。打卡文化主要用在學生中間，表示記錄完成的學習任務。比如說我女兒在小學3年級嘛，從小學1年級開始，他們的老師每天都會給他們布置打卡任務。都是哪些任務呢？一般有3個打卡任務。第一個就是語文閱讀，第2個就是英語閱讀，第3個是體育鍛鍊。他們在完成這些任務的時候呢，作為家長，我們都要協助幫忙，拍照或者錄視頻，最後在手機或者 iPad 上把這些記錄的視頻或者圖片上傳到老師布置的打卡任務裡面去，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打卡任務了。
在你們的國家和文化裡面，學生有這種打卡任務嗎？要完成這些打卡作業嗎？在評論區告訴我，我們一起交流一下。看我身後，我又來到了一個打卡點，我又可以打卡了。這是一個藝術品，一個雕塑。我剛才看了一下牌子，它是一個結，泰 knot， 而且是一個情結，感情的結。你喜歡這個雕塑嗎？如果是你會來這裡打卡嗎？今天我們聊了打卡的3種意思，也是3種不同的文化。你們學會了嗎？你們喜歡這些打卡文化嗎？也歡迎大家經常來我的頻道打卡，學習地道的中文普通話，還有有趣的中國故事、中國文化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